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包饺子，然后先煎一煎，再用面粉泡水，慢火煮成冰花模样。完成后的成品又香又脆，很好吃的。这里真心向大家推荐，这我好喜欢。好，马上开始。备好普通中筋面粉300克，加入1/4小匙盐，拌一拌，再将面粉一分为二。半份面粉里加入60毫升热水，再用双筷子拌一拌。另半份用100毫升室温水一样拌匀。拌至盆里头面粉无干粉状态，再加入5克食用油，接着用手和匀。和匀后的面团，用个碗盖好，休面半小时。鲜虾去壳去线后，净重150克，用力将虾逐一拍一拍，然后再切几刀。这样就可以了，不要剁碎，放入大碗里头备用。加入肉末300克，再开始调味，姜汁半小匙，半小匙胡椒粉，半小匙盐，口味比较重的朋友，盐可以稍加一点。2小匙生抽，1小匙麻油，也俗称香油，半小匙玉米淀粉。将食材拌一拌，再顺时钟搅拌。这饺子口味比较清香清淡，口味重的朋友想加点蚝油或其他的都行。接着再加入2大匙清水，这水也可以用料酒替代，纯粹是个人喜欢。50克韭菜切成小段，喜欢韭菜的朋友可以多加。碗里肉末挪出一点空间，再将切好的韭菜倒入，在韭菜里头加入1大匙食用油，与韭菜拌一拌，保持韭菜颜色翠绿。最后再将韭菜与肉末一起拌匀，拌匀就好。韭菜拌久了会排出水分。好了，将这拌好内馅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将醒后的面团揉一揉，再移至案板上。案板上撒点干面粉，才不会粘连。好吃的饺子皮必须醒得透，揉得够。醒得透是和匀后静置30分钟，就是视频前段做法。揉得够就是面团醒好后仔细搓揉，直到柔顺、光滑细致，像剥了壳的水煮蛋一样。分成小剂后，再擀成饺子皮，这样处理的饺子皮最好吃了。大家可以试试，再告诉我们喜不喜欢。先将面团搓成擀面杖一样大小，再用食指与拇指轻轻一捏，再用塑料板切断。切出的面团每个10克左右，这是我们家做多了悟出的手法，切后大小一致，特别适合新手们，感觉就特别容易处理。上点干粉，切格面朝上，轻轻按扁。接着再用擀面杖将面皮擀薄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饺子皮基本就成型了。然后要擀至多薄，完全随个人喜欢。
盘里头撒一点玉米淀粉，避免饺子生坯粘底。取一片饺子皮，勺入适量内馅，再随个人喜欢造型，将饺子捏合。饺子生坯封口必须严实，捏合，烹煮过程中才不会露馅。今天这食谱可以完成饺子30个，这数量不定，还取决于饺子大小。炉开，烧热不粘锅，倒入2大匙食用油。油热后，将炉调至低火，再将包好饺子生坯放入。饺子之间记得保留空间，烹煮过程中才不会粘贴一起。这时候再用清水300毫升，加入10克低筋面粉，调成个稀稀的面粉水。慢火煎至饺子底部微微焦，这时候再将备好的稀释面粉水一口气全部倒入，盖上锅盖，炉转中火煮开，煮至锅里水收干，变得浓稠后，再将炉调回文火，将水慢慢收干。煎中可以转动锅子，确保受热均匀，这样完成后的冰花色泽才会一致。好了，煮至锅边冰花剥离后，就可以准备离火了。将煮熟后的饺子倒扣在盘子里。哇，漂亮！很满意。煮熟后的冰花煎饺最好趁热享用，口感最好，不会失去饺子的独特风味。咦，今天不准备蘸料吗？吃饺子怎么能少了这黑醋蘸酱？生姜切成细丝，加入适量黑醋，也可以加点细砂糖，舅舅一般都不加。好了，马上可以开吃了。大家来看看，慢火煎出的冰花是脆的。好脆！这个让你先尝。太好吃了啦！吃了超开心。大家还喜欢舅舅的饺子吗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饺子一次过可以多做一点，冷冻起来。想吃就有，很方便。是的，谢谢大家陪伴，我们再见。